请问您对此有何回应？谢谢。中国是各方公认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美国想要给中国送一顶发达国家的帽子，对不起，这顶帽子中国戴不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00。您现在看到的是5月12号，中国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汪文斌啊，这次回答问题啊，他好像是没有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听到了吗？人家习近平同志说了，到2035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中等发达国家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那饭你要一口一口吃，你不能直接吃第7个馒头，对不对？你得先到初等发达国家水平，然后才能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吧。那初等发达国家水平，国际上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人均 GDP 啊要达到13000美元。那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啊，中国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人均12000多美金，也就是说，中国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发达国家的门槛。如果你算上汇率啊，基本上差不多就到了。那为什么汪文斌要否认中国已经进入到发达国家了呢？不光汪文斌否认呢，《人民日报》前2天也发文章啊，说啊，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中间的一员。这就很奇怪了啊！你想，人家习近平明明说了，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人民日报》唱反调啊，这汪文斌不承认呐。他们这是啥意思啊？是说习近平人家这个目标都是忽悠老百姓的吗？中国要一直都在这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里头溜达吗？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吧就比较蹊跷啊。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啊，中国的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签问题。I rise in strong support of H.R. 1107. The PRC is not a developing country act. This is a bipartisan bill I introduced with my colleague Jerry Connolly to addres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exploitation of its. 这事情的缘起啊，是今年的3月27号，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这法案就说啊，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美国将来要把中国当作中高收入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你中国的商品再进入到美国啊，也不能再享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了。美国以后说，凡是美国加入的国际组织，中国也不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加入了。这个新闻一出现啊，这个很多海外的反贼啊，心里也五味杂陈。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他们天天都在讲中国经济要崩溃啊，共产党马上要倒台啊，三峡大坝就要垮了呀。那美国现在呢，不但不认为中国要崩溃，还说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那你想想，这让他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最好玩的就是乱。这个小粉红觉得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有点乱，这反贼们看这个新闻之后也有点这个乱，所以好玩就好玩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啊，美国啊想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中间踢出去啊，已经有7、8年的历史了。因为中国当年加入 WTO 的时候啊，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经过了23年的发展，现在人均收入已经到了12000多美元，那增长了10几倍。所以美国就认为中国你不应该再享受到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待遇了。中国当年在加入 WTO 的时候啊，应该说谈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WTO 给中国了非常长的过渡期，而且有很多优惠的条件，这些优惠的条件也成为了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动力。但是美国今天说，你中国该毕业了，你不应该再继续享受这些好处了。那这里头好处都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关税，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关税啊，大概只有平均7%。但是呢，如果你是发达国家，你要是进口到美国的话，关税水平是14%。那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那其实是给发展中国家一个优惠嘛，你的商品可以在美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出售，相当于帮助了这个发展中国家，你的商品就更有竞争力嘛。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制造卖到全世界，中国是世界工厂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便宜。但是这个价格便宜呢，又因为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制造成本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使得中国出售这些商品的时候啊，关税水平低。假如说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变成发达国家了，那中国出口到这些发达国家的时候啊，这商品的关税水平就要提高。那于是你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就不会有过去那么明显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补贴问题，中国对很多出口企业有很多补贴政策，比如出口退税啊，给一些政策扶持啊。那这些措施呢，中国早期是鼓励出口嘛，所以这么搞。那美国就说了，你很多中国的商品在美国倾销，所谓倾销就是你低于成本价在美国卖你自己的商品。那你这么搞的话，就让美国的企业没办法生存了，那打不过你嘛。所以美国就认为中国很多这种补贴也是乱搞，尤其是中国前几年搞了一个计划叫中国制造2025，这个2025计划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产业振兴计划，要把中国从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变成一个制造业的强国，在芯片呢、新能源汽车啊、5G 啊这些领域内啊，要全面赶超西方国家。为此呢，中国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比如说给这些产业补贴。其次呢，要外国企业跟中国这些企业合作的时候，要用技术换市场，就像当年中国高铁那样嘛。那美国就说了，这不合理，你这个要求美国的企业在中国技术换市场的话不公平。你中国现在不是发展中国家了，你这么搞的话，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发展，你是要想变成世界第一呀，你还这么搞啊？那这显然是扰乱市场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大家都知道，中国在过去20年就已经是碳排放的第1大国了，但是温室气体的效应啊，威胁着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呢，这个中国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啊，那国际社会中间对中国就有一些非议。中国的理由呢有2点。第一，中国虽然是碳排放大国，但中国可不是碳消费大国呀。我的很多商品在中国生产，但最终卖回到你们发达国家去了，碳消费在你们那边啊，所以你不能算在我头上。这第一点，我觉得有道理啊。第二点，中国说了，我是发展中国家，你们西方这些国家当年在发展的时候，不也搞工业化吗？不也搞这个碳排放吗？你不能说你当年发展过去了，现在你主要是以科技为核心，然后你就要求我按照那个标准也来进行碳排放，那你不就等于剥夺了中国的这个发展的权利吗？这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如果中国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标签被剥夺之后啊，那你自然你在碳排放这方面你就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了嘛。所以中国为什么要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是发达国家？道理就在这儿。其实这有点类似于当年中国呢很多西部省份的国家级贫困县，云南啊、贵州啊，很多县带上国家级贫困县，他不愿意摘下去啊。为什么？因为国家级贫困县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啊。因为有大量的中央转移支付给他们钱。其次呢，你当地政府呢也不需要用 GDP 来考察了。所以这些国家级贫困县他们不愿意摘帽子。中国今天啊，宁愿戴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帽子，也不愿意说自己是发达国家，原因也就在这儿。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41美元，是发达经济体的1/5，仅相当于美国的1/6。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位列世界第68位，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第79位，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排名相当。中国属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不由美国说了算。美方散布各种虚假论调，试图否定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其实这个心情也可以理解啊，因为你带上这个发展中国家有好处嘛，你带上发达国家，你所有的好处都没有了，你还得承担更大的义务嘛。但问题是，中国这些年啊，在对内宣传的时候，天天宣称自己现在已经大国崛起了，民族复兴了。2018年，大家知道吧？中国有一部片子叫《厉害了我的国》。这是砥砺奋进的5年，这是真抓实干的5年，这也是取得历史性成就的5年。进入新时代的这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1，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第1引擎。当时在中国的院线播放啊，各级政府也包括小学生、中学生都组织去看，看了一段时间，突然就叫停了。为什么叫停了？就这个片子流传到境外之后啊，人家看了之后说，那你中国既然这么厉害了，那你就不是发展中国家了嘛？你不是发展中国家，你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了。所以中国把这个片子又下架了。还有，中国平时有一大堆五毛，天天宣传中国已经不得了了。司马南、金灿荣、张维为这些人，天天对老百姓不都说中国现在跟美国早已经平起平坐了，甚至都超过美国了。你看司马南怎么说的？中国人民大学顾海滨教授说，中国 GDP 早就超过美国了。世界银行认为，中国2017年时 GDP 总量为19.6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9.5万亿美元，中国高出美国980亿美元。中美势均力敌了。原来人家是一霸村长，多少年都是老大，现在已经承认势均力敌了，这是个多大的变化呀！如果这还不叫重大新闻，那请问各位，什么叫重大新闻啊？那金灿荣怎么说呢？具体讲，中国将拥有人类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好的产业。技术先进就国家先进，产业先进就赚大钱了。你做个袜子利润5%啊，你做个那个芯片利润100%呀，这个利润差距是不得了的，知道吧？然后我们以后的孩子就很幸福了，就我的孙子辈了，你们是儿子辈，就很幸福了，是不是？30年以后，你们孩子那一辈幸福到什么程度呢？你生活在一个最先进、最富裕的国度，然后中国人护照全世界免签了。张维为更是说呢，是吧？中国经济规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今年2014年已经超过了美国，就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有的人还是不自信，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即使你超过美国，你的人口比美国多4倍，对不对？你的人均 GDP 还是美国的1/4。我说你换一个指标系统，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我自己经常用2个不同的指标来看世界各国，一个就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说你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你的房产、你的股票、你的债券、你的储蓄等等加在一起，去掉你的所有的债务，你有多少净资产？我现在看到的美联储它每年都出报告的，2010年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50%比这个高，50%比这个低，是77300美金。坦率讲，47万人民币的资产属于弱势群体了，恐怕是需要政府提供帮助的人群。如果我一个月有2000块钱这个工资，美国还不到这个1000美元，我活得比在美国有3000美元还要舒服得多。所以美国现在在水深火热里面，你明白吗？那你想想，你这些宣传要让美国看到之后，他作何感想啊？所以我都有个猜测，美国这次之所以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中间踢出去，列为中高收入国家，很有可能是美国这些国会议员看到了司马南、金灿荣，也包括张维为这些人的言论，他们想是啊，那中国的 GDP 都比美国还高了，那你怎么能算是发展中国家呢？你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司马南、张维为和金灿荣，就有可能是民族罪人呐。
因为中国现在的国家利益就是不让美国给中国扣帽子，说中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司马南他们天天说中国已经强大了，金灿荣说美国什么你早就衰落了，老了，中国才是青春之中国，早就强大起来了。那不就暴露了中国的实力了吗？或者说让美国高估了中国的实力，最终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中间踢出去了，变成了发达国家，那这不是民族罪人吗？所以我觉得有关部门呢，对这些天天宣扬中国已经厉害了的这些五毛啊，都应该马上把他们收拾了，绳之以法，给美国看。你看了吗？我们根本中国就是发展中国家吗？凡是说我们是发达国家的，我们都把他抓起来了，都收拾了。这样的话，美国说不定能回心转意啊！你看，果然是啊，在中国只要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的，都给抓起来了，对吧？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啊，那中国到底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呢，中国现在确实人均 GDP 已经到了12000多美金，已经完全接近了发达国家的门槛。但问题是啊，大多数中国人对所谓中国是发达国家这一点完全无感，除了少数啊，北上广的少数地区啊。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国富民穷的社会。今天我要重点讲一下这个啊。中国呢现在的一年的 GDP 总额啊，大概就是120万亿人民币啊，也仅次于美国了。但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呢，中央和地方加起来是20多亿。表面上看啊，两级财政占整个 GDP 的比重呢，只有20%几，不算高。但是呢，这是跟西方国家的统计口径不一样。第一，中国还有一个10万亿左右的土地出让金。第二，中国还有国有企业的税收，国有企业的利润上交财政的。第三，中国的社保收入啊，没有算到了中国的财政收入里面。但是中国的社保其实已经算成税了嘛，而西方国家的财政收入是把社保算作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了。如果把这些七七八八都加起来啊，中国政府的一年财政收入的占整个 GDP 的比例呢，大概在32%到36%之间，这个数字可不低呀。大家都知道，欧洲有些搞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的这个比例确实比较高，比如德国占到了40%，美国大概是32%。中国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 GDP 的比例跟美国大致相当，但问题是，财政支出的流向区别可大了。我给大家讲，去年美国的一年的财政收入的总盘子差不多是5万亿美元左右，但这5万亿里啊，它大概有70%左右叫刚性的转移支付。什么意思呢？就这70%，你政府虽然收上来了，但你政府其实没有权利花，它都是什么社会保障啊、医疗啊、教育啊、社会安全投入啊，政府你只是代收而已。这些在立法院、国会里头就已经分配好了。美国政府可以控制的财政收入啊，基本只占到它财政收入总盘子的30%，而那70%多数都是民生开支。中国呢？中国可不是这样。中国在这个社会保障、民生，也包括这个教育啊、医疗这方面的投入，跟西方国家完全没法比。但是中国政府的自我服务的费用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21%，军费呢又占到8%，这还是名义的啊。还有一些维稳的费用，到底是多少，咱就不知道了。所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呢，跟西方国家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财政支出的流向跟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它有30%左右的是一个投资啊，就是在各个地方它搞投资拉动嘛。只有20-30%涉及到民生方面的投入，剩下的都是它中国政府的自我服务。所以你就知道了吗？中国政府是非常有钱的，它可以自己搞“一带一路”。他自己可以搞这个，在外面可以随便给人借钱，然后他自己想建高铁就建高铁，想建什么工程就建什么工程，想建雄安就建雄安。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就中国的一个市长跟美国的一个市长啊做视频连线。那当时呢，中国的这个市长呢就跟美国市长说，我们邀请你来访问啊。
那美国的市长就说：“哎呀，我们可能没有这个预算。”那中国市场当时连线的时候说：“这个好说，那我们出钱请你来就行了，是吧？这小意思啊。”在中国这个市场看来呀，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美国的市场来说，他要出访，他就必须得有预算，得有议会给他通过才行。这就是中国的政府跟西方政府最大的区别啊。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的普通的工薪阶层，他的劳动收入啊，占整个 GDP 的比例。这个比例啊，在发达国家里头，一般来说不低于50%，高的可以到60%。但是中国是多少呢？中国现在只有40%，有的统计口径甚至认为只有32%，非常之低。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人均 GDP 很高，12000多美金了吧？但是真正老百姓通过工资拿到手上的钱，只占这个比例的40%，乘以12000，你差不多一年的工资性收入就是5000美元。5000美元不就一年只有3万多人民币吗？3万多人民币，你衡量下来，老百姓不就一个月就大概只有3000块钱左右吗？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我们人均年收入的平均水平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李克强总理啊说的这段话，我觉得啊，那是中国真实的社会现实。有6亿人每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00块钱人民币。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你觉得中国是发达国家吗？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为什么有大量的中国人偷渡要去美国，要到美国去洗盘子，要到美国去开卡车？还不是因为中国的收入低吗？那么你人均收入这么低，怎么能界定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呢？所以在我看来啊，所谓的发达国家，其实真实的用人均 GDP 的标准不太准确，应该用什么标准？就是真实的老百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这一部分，中国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那还差得老远呢。不仅仅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了，也包括他们面对的孩子的上学呀，其他的社会保障啊和福利方面，那就差的就更加遥远了。所以你看到了吗？如果以国家为标准去衡量，中国确实可能已经算是发达国家了，因为这个政府啊有这个不受约束的权利，有那么强大的国家能力，有非常非常多的钱。想建航母就建航母，想那个搞一带一路就搞一带一路，但是这个国家治下的普通老百姓，其实啊还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不能解决自己的分配体系问题的话，中国无论怎么发展，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他都没办法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的公民，就是这样。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中国是各方公认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美国想要给中国送一顶发达国家的帽子，对不起，这顶帽子中国戴不了。在美国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实力。那接下来是什么？态势、力量。接下来趋势，趋势是什么？趋势是中国这个体制的力量表现出更强的这种目标感。在中国，如果我一个月有2000块钱这个工资，美国还不到这个1000美元，我活得比在美国有3000美元还要舒服得多。所以美国现在在水深火热里面，你明白吗？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